最近呢，确实我们看到台海的局势引发了国际之间的关注，事实上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从《经济学人》那个台海是这个地表上最危险的地区开始，相关的论述以及我们看到所谓的大陆解放军机，那么飞到了我们的这个 ADIZ 等等这个各种新闻呢，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而来。但是今天的第一题呢，我们首先来仔细梳理一下，仔细爬梳一下到底这个 ADIZ 是怎么画的？所谓的防空识别区，这个部分呢，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们还是一样搞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看到10月4号这天是最多的10月4号这天是最多的，大陆解放军机呢进入我们的西南空域，有没有进入了我们的西南空域这个轨迹图画了出来那这个部分呢，当天有56架，白天到晚上。但是大家仔细看到，这个是由我们台湾的这个防务部门所发布上面写中共解放军进入我西南空域活动的示意图，有没有？空域这两个字当然这个空域这两个字呢，听起来是有一点点模糊它不是领空那它也没有当然下面是写防空识别区了，但它的标题用空域所以我们看到当天当然很多外媒的这个引述，因为数量确实非常惊人，所以很多外媒呢引述它的标题就直接写解放军的军机侵犯台湾领空标题就是这样子。当然它的内文有解释清楚，说是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年代的资讯爆炸，很多人真的只看标题真的没有时间爬出细节，所以很多人看了以后当然是这个心惊肉跳的一个感觉。但是呢领空、空域、防空识别区这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多民众还是不太清楚。但这个呢真的是不一样，差别很大尤其是它有没有一些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些法律定位等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领空就是一个很严格的定义了，领空就是指领土上空的一个主权嘛它是具有排他性的那么 ADIZ 防空识别区就不太一样了。那防空识别区呢，我首先让这个介大使跟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框起来的部分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防空识别区我们画的挺大的挺大的，甚至怎样？大陆沿海地区也画了进去。那个西北角那一点，你猜是什么地方？是我们这个江西省景德镇。对景德镇，江西省景德镇，就是西北角那个现在是有5个框子，然后五角形嘛。西北的那一点就是下面就是江西省景德镇。其实这个里面包括3个省，包括福建浙江江西都被划入一点点。对，3个省。所以假设说大陆的这个解放军机呢飞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这么大那我们就觉得哎呀是我们的这个权力受损很紧张的话，按照这个逻辑，大陆的解放军机也不能飞在他们自己的领空上面吗？对，这也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这个因为这个识别区是1951年，对，美国人画的，对，美国的这个远东防卫司令部画的。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我们台湾这边掌握空优，对，所以他画的很近乎中国大陆人。可是1999年这个两国论引发两岸严重危机以后在美国政府的这个主导下我们的军机就不会飞越到海峡中线以西了，以西了，也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海峡中线对，那我们的军机当然就不飞越过来。对，那大陆军机事实上大部分时间也都没有飞越过中线，对，海峡中线。那这个中线的话，如果飞越的话，它就是等于说是象征两岸的关系的默契已经被打破，那么进入严重的这种准战争状态。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很清楚嘛就是说这个解放军的军机它是在这个我们防空识别区的这个西南角这个地方当然也有几天是绕到这个东南这个地方，但是严格讲起来它并没有进到我们的领空。还很远，对，还很远嘛，还很远，是不是？还很远，即使过了中线也很远。是，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很多民众因为在这个外媒的报道只看标题的情况之下，确实会吓一跳。那很多民众对于这个领空还有防空识别区也搞不太清楚我请谢大使给大家说明一下，防空识别区是什么意思？ADIZ 它有国际上的一些法源有约束力吗？这个一点国际法源都没有。国际法源有关这个领空airspace 的这个规定很清楚，就是在你的领海12海里的往上一直延伸。对，所以你如果飞机飞到就是说离这个
这个领域的12海里以内，就算侵犯领空，那就是真的是入侵了，入侵，对不对？可是这个是有这个海洋疆界的才有这个，是。你如果陆地疆界的话，就是疆界线以上，对，那个就是说没有再有12海里了，对，因为你有海洋疆界嘛，所以就是从陆界往外再延伸12海里的，往上延伸就是领空。那如果飞进领空的话，以国际法的规定的话，对，那被侵入国的话，它就有实行防卫的权利了。是，所以如果在领空之内击落这个其他国家的飞机啊，其他的飞机啊，那基本上不算这个违反国际法。可是你领空以外，你如果去击落别人的飞机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违反国际法。那可是有些国家在执行这个所谓的这个ADIZ 的时候啊，它会有甚至有一些状况，它会产生击落的一种威胁，那这个就会严重违反国际法。它会有的时候会伴飞警告或者迫降，这些已经算是在打国际法的擦边球了。可是你没有击落的权利，因为国际法规定你有权利行使主权行为的，只有在你自己的领空之内，那你不能跑到领空之外行使主权行为。所以国际法规定的很清楚。对，所以这个 ADIZ 防空识别区应该这样讲，它就是这个国家呢可以说是空防上面单方面自己建立的一个常规啊。那它的用意呢，主要是为了这个识别啊跟这个监控啊，就是说它，所以很多国家会画得很大哦。像我们看到，继续呢，我手上这张图我们就看到啊。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啊，大家看得到。然后呢，还有这个部分是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啊。另外上面是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啊。另外这个中国大陆呢，我们看到在这个2013年，它也划了一个东海的防空识别区。那这个东海的防空识别区呢，事实上跟这个日本跟这个南韩是有些重复的啊。所以当然一划之后呢，日本南韩也不太高兴。所以日本南韩当时呢也3不5时就故意在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样飞一下。那事实上呢，美国也常常在人家的 ADIZ 防空识别区上飞来飞去啊。所以在国际当中，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它的严重程度到底有多大？其实现在在实际的实践上面，最多就是伴飞，然后警告驱离，连迫降都不会做。就是说，或者强迫他驱离出这个所谓的 IDI 的领域啊，这种行为都基本上没有看到。对，也就是说，警告或者说是伴随飞行进空监视，对，这种情况有，那没有再进一步了。那不过中国大陆是2013才这个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啊，这个比日本跟韩国跟台湾已经晚了几十年了。因为这个是第一个，它没有国际法的法源依据，对，所以纯粹是单方面的行为啊。对。那可是这个大陆当时2013年就公告就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哈，那个时候日本跟韩国都抗议，对，反应很大，包括美国其实后来都妥协了。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他们的航空器材要经过这个东海航空识别区啊，因为你可以绕你就成本增加，对。你走这条航线比较省钱，所以虽然你的政府反对，可是你自己的航空业不太支持。他说，只不是交一个航空计划书而已啊，就是我交一个计划书给大陆的这个航空主管机构，就我要飞越你这个地方。那其实上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后来这几个政府，日本、美国、韩国，都说我不承认这个航空识别区，可是我也不反对我的航空业者对中国航空主管机构递交所谓的飞行计划书。所以这个航空识别区由于它没有这个国际法的法源所以各国在执行上呢都怎么样？都由自己的自由心证，自己来自由裁量。对。它就是一个国家这个单方面自己画起来嘛，自己画起来。讲的直白一点，你爱画多大画多大，对不对？因为也没有国际机构的监管，它也没有任何国际法的一些约束等等哦。那但是能不能飞越这个航空识别区呢？我看到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评论，他说呢，只要你做好了可能被拦截的准备，那就飞吧你就无需遵守，大概就飞。当然，这跟第一个跟这2个地方的关系好不好有个很密切的关系。那第二
尾就是看自己的实力有多大嘛啊。比方说我们看到大陆它飞我们的这个航空识别区，飞就飞啊，对不对啊？它也不会事前先告诉你等等。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防空识别区爱画多大画多大，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一个实力的展现了。那你画了，你抗议也没有效嘛？你抗议能够向谁抗议呢？基本上就是没有回应。对，也没有回应。有回应就是我们这个站管单位就会用电，就是说无线电驱离。对。那前一阵子好像大陆的这个飞行员用3字经回应嘛。对，还会回呛啦，对不对？回呛。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们再三强调哈，它没有这个国际法的一些约束等等，所以这个地方虽然在我们过去引发了很多争议啊，新闻，日本、韩国、大陆、台湾等等，但因为没有法源，所以呢你也很难说是对跟错哦，没有什么对跟错。但是我今天倒是要谈谈，因为我们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在当时的产物哈是这个1950几年跟美国一块制定的，因为当时就画得很大嘛。对。当时为什么画这么大呢？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反攻大陆的思维。而且当初呢，我们在这个空中的这个优势也是比较大的，但到现在为止啊，整个时空环境不一样了，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台湾大陆的军力的消长也落差很大，所以现在还画这么大，会不会有点徒增困扰啊？需不需要修正？因为我们这个航空识别员，我们自己也没有法源，我们自己有法源。当时这个马英九上任以后，他就曾经说，这个陈水扁政府自行把我们防空识别区缩小了一块，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钓鱼台的这个主权上面有一些重叠，跟日本的这个防空识别，虽然它没有主权意涵，可是它有一种统治权的意涵，所以就是说日本人可能因为陈水扁对日本是很软弱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陈水扁就对在跟日本的那一块的时候有重叠的部分自己缩限了一点。那当然，马英九政府也不承认了。不过，这个整个我们台湾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这个是没有法源的，所以最近也有人说要把它立法，然后呢明确化。可是呢，这种就变成就是说，你要模糊好还是不模糊好，对自己好处在哪里？那当时划到浙江的浙江很大一部分在这个我们的防空识别区里面，主要那个时候的这个在舟山群岛。在这个大陈岛都还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撤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不是只有外岛，只有这个金门马祖，还有舟山群岛，还有这个大陈岛这几个岛，所以那个时候画得很偏近中国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确实我们的空军的掌握极大的空优，我们大概那个时候在大陆的沿海的这种飞行甚至进入大陆内陆进行军事行动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时代里面还存在，而且次数还不少。对。但是现在当然这个今非昔比了，跟那个年代已经完全不同哦。所以这个航空识别区因为没有更动，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为止，所以确实可能会造成现在一些困扰啊。比方说我们看到因为画得很大嘛所以这个它只要一飞到这个边等等，我们的这个防务部门他就立刻发表了一些讯息，这个讯息呢立刻造成了国人的紧张，立刻吸引了外媒的注意等等，台湾立刻登上了国际的一些版面但我看到一篇台湾的评论，他就提醒，这会不会有狼来了的效应因为从去年9月我们的防务部门开始监控，开始公开的发布，到现在为止第一次大家很紧张，第二次很紧张，等到第10次、第20次、30次，大家就好像有点习惯的概念，会不会有点这个狼来了就是到最后，万一真正的进到了台湾的领空，他再怎么强调，再怎么发布，大家觉得也不过就是如此对，这个就是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嘛，而且最后就是狼来了这个效应，最后完全大家无感。那可是事实上，其实我看这个有一些人也在呼吁。就是说，因应这个大陆的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那种 SOP 的做法要改一下。因为大陆飞机一进入这个我们的这所谓的航空识别区空军他就要去伴飞，他要就是再飞到空中去监视，然后呢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可是你一年来个
20次，是啊，你还可以也是负担很大。现在好像超过600次，对，600一年超过600次，哎，今年已经超过600次。那你知道我们的所谓的座价比很低，所谓座价比就是一架飞机你有几个航空，你有几个飞行员。我记得我们座价比不到1.5，所以我们的飞行员很少。那飞行员很少，那这个轮流哈，紧急起飞哈，然后这个作战，那对飞行员是很大负担，疲于奔命嘛。疲于奔命，那这个体力负荷不胜负荷。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说，你飞机我们的机龄平均是30年，战斗机平均30年。那你这个飞机的它这个飞行时速不断的累积哈，你加快你这个飞机的折旧。另外，光就油料成本的话是数百亿，因为国防部已经说了，好像多了306亿还是多少，就油料支出，各方面所有的支出。所以这个大陆的这个军机进入航空识别区，所以过去的那个 SOP 啊，现在有人就是一直要讲说要改。你不必每一次飞机来，你都要起飞，然后派飞机去伴飞啊，这些是不是还必要啊？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应该跟这个台湾民众讲清楚，领空跟防空识别区的差别，对，两码子事，这个天差地远哈。是，否则每次发布这个讯息，真的对人民的心理威胁造成很大。是。然后我觉得民众的情绪也很容易被挑拨、被误判啊。是。再加上您刚刚讲的飞行员啊、油料等等的一些成本，所以这个防空识别区因为都没有改，到现在为止，当然也许我们民进党政府做了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运用啊，气氛上的一些渲染，但是到最后呢，从介大使的说明来看，好像最后困扰的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对，而且民进党现在我发觉他也觉得事态严重，为什么？因为这个现在问题就是说，像在去年的时候，拜登的几个高官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时候解放军经济就是超越了中线，而且迫近台湾本岛是最近的几次。我记得那时候是交通部长，然后后来不是他的那个驻联合国大使，后来飞机飞又回去了。对，就是这个紧张情势会升高。对，而且这个蔡英文政府非常设立内任，他们在第一次解放军经济过中线的时候，立刻做了一个宣布，就是我们采取不第一级，放弃第一级。对，你知道放弃第一级的，就是说，那很多军方的人抗议，就说你这个在已经迫近，对方如果已经开火嘛，你还不能你这个已经很危险行动或者甚至已经超越了这个你自己这个设定的范围对，你如果不采取第一级的话，你是以你自己的军方人员的生命做赌注。对。可是那个时候，民进党政府在压力下，立刻就对外做了很大宣传，我们绝对不会第一级。然后呢，这个第一级如果要使用武力呢，给第一线的这些人员一个什么指令呢？就是你要抱回来。抱回来以后更有趣的时候，谁来决定可不可以开第一枪？结果要国防部长决定。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前线全部都不准开火，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这个其实我认为是民进党很设立内任的，那么也知道这场战争不敢打这场战争，所以用这种方式。那所以我觉得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两岸关系。那么这样子的，因为这几十年下来看起来，在空军的实力上已经明显的从我们占优势现在已经完全倒过来。那么不管战机的这个值跟量上面都有很大的这个差距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还是正本清源不要走军事对抗还是要把这个两岸都是同文同种。对，为什么一定要搞到剑拔弩张呢？还是要用政治来解决。对，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防务部长这个邱国正到现在为止都以办公室为家不太敢回家，也没有时间回家。那今天我们这个第一集呢，要特别跟大家，对不起，要厘清一下这个 ADIZ 防空识别区的范围以及它的这个有没有这个法源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下，过敏了。就是到此刻为止呢，其实大陆的这个解放军机
并没有侵犯台湾领空这件事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我们要第一时间厘清。